据环球网国际消息，不久前的某一天，他们美国疾控中心发表声明说，85%戴口罩的人会感染上它。当地时间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一场市政厅活动时这样说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这一言论是戏剧性的，并随即对此进行纠错。不过 CNN 说，特朗普的这一言论是错误的。CDC 9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没有说85%戴口罩的人感染新冠病毒。事实上，这份研究甚至没有试图计算出戴口罩人群感染新冠病毒的比例。据环球网国际消息，综合英国广播公司和印度新德里电视台15日报道，印度首位奥斯卡奖得主、宝莱坞著名服装设计师巴努·阿泰亚当地时间15日逝世，享年91岁。报道援引阿泰亚家人的说法称，其在2012年被诊断出患有脑瘤后，近几年来一直卧床不起。当地时间15日，他在孟买市安详去世。据新华网消息，新华社新加坡10月15日电，新加坡海峡时报15日援引该国卫生部的消息报道，新加坡正遭遇严重的登革热疫情。截至10月12日，该国今年以来已有28人因患登革热死亡，该病累计确诊病例数突破31400例，这两项数据均超过该国往年最高纪录。新加坡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12日，新加坡今年登革热确诊病例数累计超过31400例。此前，该国全年登革热确诊病例数最高纪录为2013年的22170例。今年7月下旬，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曾在其网站发布公告，提醒在新中国公民做好新冠病毒防范的同时，加强对登革热的防范。据澎湃新闻消息，针对河北秦皇岛一老人因戴脏口罩遭司机拒载一事，10月15日，涉事河北省秦皇岛市公交公司党群工作部一位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回应称，由于老人佩戴的口罩不符合秦皇岛市的疫情防控标准，因此司机拒绝这位老人乘车的做法是正确的。前述工作人员强调，依据秦皇岛市疫情防控标准，乘公交车需要佩戴口罩，配合测温、扫码登记乘车。但涉事公交司机看到老人佩戴的口罩就外面薄薄的一层膜起不到作用，司机这样做也是依据规定，没什么问题。被各界关注的粮油巨无霸益海嘉里金龙鱼终于如愿登陆资本市场。10月15号，金龙鱼正式在创业板挂牌交易，开盘高开48.96元后涨90.51%。当日收盘涨幅117.9%，报56元，市盈率被拉升至44.52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不过，南都记者了解到，金龙鱼目前总市值达3036.9亿，却未能成为创业板市值一哥，位居第3位。虽然金龙鱼营收在近3年报告期已稳定维持在1000亿以上，但从产品毛利率来看，2019年该公司产品的毛利率仅为11.4%。与金龙鱼对标的贵州茅台及海天味业毛利率达到91.3%和45.44%。另从2019年净利润来看，金龙鱼净利润额度也低于创业板市值一哥宁德时代。此外，业内认为金龙鱼的主营产品属性也有可能是阻碍其股价进一步上扬的重要因素。据环球网消息，10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外交原则抛在脑后，公开宣称俄罗斯应驻美恶华，美国此举十分卑鄙，不顾廉耻。俄罗斯没有理由疏华近美，不会愚蠢到放弃俄中既有共识。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赵立坚称，针对个别国家企图离间中俄关系的情景，拉夫罗夫外长已经多次明确表示反对，严厉批驳这种违背国际关系准则、有失大国风范的挑拨行径。中方珍视两国高水平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将继续同俄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据环球网消息，在16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据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5日接受采访称，中国已经为释放新冠病毒付出代价，但他们至今没有让我们找出病毒真正来源。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赵立坚回答，中国有句话叫睁着眼睛说瞎话，这说的是以撒谎、欺骗、偷窃为荣耀的美国政客。这些人旨在把自身抗疫不力的黑锅归咎于中国，抹黑污蔑中国，服务一己政治私利。赵立坚表示，中方已经多次用时间线等铁一般的事实介绍了中国抗疫的经验，我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越来越多新职业伴随着新业态的诞生和发展，成为了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人工智能训练师、宠物烘焙师等。
近日，美团研究院联合智联招聘发布了2020年生活服务业新业态和新职业从业者报告，其中提到，2019年美团平台上生活服务业新业态交易额达到4837.4亿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5.1%。仅美团平台上因新业态而孕育的新职业就有超过70种，包括外卖行业的网约配送员、密室行业的密室设计师，以及线下实体行业触网后诞生的数字化运营师等。此外，可持续性、抗风险等成为了新职业的显著特征，其中有48.2%的新职业者认为自己所在的新兴行业抗风险能力要高于传统行业，44.5%的人认为应该一专多能，增强抗风险能力。据测算，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重庆的新业态发展领跑全国。据澎湃新闻消息，10月14日上午，家住浙江宁波市鄞州区的小赵收到了当地相关部门送来的1万元慰问金。10月8日下午，他骑自行车行至鄞州区中和街道诚信路路段时，因地面湿滑滑倒，嘴唇受伤严重，还摔断了一颗牙齿。事发后，小赵向媒体投诉，表示索赔不是主要目的，最主要的是有个说法，希望湿滑的路面能整改好，别让悲剧重演。10月15号，南都记者在苹果官网发现，继新款 iPhone 12发布后，原有旧机型的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下降。根据苹果官网信息，目前 iPhone 11全系降价幅度均为700元，而2018年发布的 iPhone X2 是发布会后降价幅度最大的产品，目前全系降价幅度达到800元。不过，截至15日，2020春季款的 iPhone SE 全系仍未做出降价调整。此外 ，iPhone 11 Pro 以及 iPhone 11 Pro Max 已经从官网下架。苹果未来一段时间将销售 iPhone X2、iPhone 11、iPhone SE 第2代以及 iPhone 12全系等机型手机。经过长达7年的辩论，日本政府拟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经处理且含有放射性的核污水排入海洋。据报道，日本政府希望在2022年秋天将核污水排入太平洋。目前，日本所有的核污水都储存在核电站内。根据规定，核污水要使用液体处理系统或自由表面液态偏氯研究计划 ALPS 进行处理，去除毒性和大多数污染物后，再将其储存在水箱中。日本预计到2020年夏天将耗尽储存空间，经过处理的核污水每天将增加约170吨。截至今年9月，蓄水总量为123万吨，装满了1044个水箱。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经过适当过滤的福岛核污水可以用海水稀释，然后安全地释放到海洋中，而不会造成环境问题。然而，由于担心消费者会拒绝食用在附近捕获的海鲜，当地渔民和居民此前一直提出强烈抗议。韩国目前禁止从该地区进口海鲜，也多次对环境影响表示关切。今年1至8月，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比去年同期减少1半，降至5156.2亿元。10月15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前8个月，服务贸易逆差大幅收窄的原因主要有3方面，其中一点是旅行服务进口大幅下降。旅行服务进口在我国服务进口中占比一直较大，2019年占比超过了50%。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公民出境旅行大幅减少。今年前8个月，我国旅行服务进口下降了46.2%，导致整体服务进口下降了24%。这也是服务贸易逆差大幅下降的重要原因。天津高法消息，发现孩子并非亲生，无疑是婚姻存续期间一方对另一方最大的背叛。那么，孩子非亲生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吗？孩子非亲生能要求对方返还抚养费吗？日前，宁河区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一起离婚案件中给出了答案。孙先生与张女士于2010年7月登记结婚，婚后育有1儿1女，儿子现年8岁。近年来，孙先生与张女士感情慢慢变淡，二人之间出现间隙，于2019年4月分居至今。期间，孙先生怀疑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于是做亲子鉴定予以验证，结果证明孩子不是孙先生亲生。愤怒之下，孙先生一纸诉状将张女士告到法院，要求离婚，争夺女儿抚养权的同时，要求张女士返还8年来儿子的抚养费，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感情破裂，准予离婚，女儿归父亲抚养，其母每月给付抚养费600元。孙先生与张女士儿子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没有抚养义务。张女士应将双方共同生活期间孙先生支付的抚养费返还，酌定返还抚养费35000元，酌定张女士给孙先生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据上游新闻消息，10月15日，广西贵港市居民江左棉向上游新闻记者爆料称，1999年7月16日傍晚，78岁的弟弟江左玉在校外街头被人杀害，至今21年，贵港市公安局仍未破案，我们也没收到立案通知书。负责该案的贵港市公安局港北分局刑侦大队回应上游新闻记者表示，该案在当年已立案，目前案件还在调查当中，其他信息无法透露。10月15号17时，青岛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青岛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隋汝文介绍，截至10月15号15时30分，青岛已采样10468745份，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已出结果8844565份。除已公布的确诊病例外，尚未发现新的阳性样本。据海外网消息，10月16日电，美媒16日爆料，白宫曾在美疾控中心安插2名线人，试图控制其发布的疫情信息。这一爆料消息来自美联社。报道指出，这2名人员于今年6月被委派至 CDC 位于亚特兰大的总部，甚至没有任何公共卫生方面的资历和背景。根据6名 CDC 官员匿名透露的消息，这2人的任务在于负责监视 CDC 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以及其他科学家。大辽网报道，10月13号，一段上海两司机在隧道中别车的视频在网上疯传，整个过程用1个字形容，就是迷。网传车载视频显示，10月13号早上7时许，一辆黑色本田轿车与一辆白色比亚迪新能源车分别从浦东不同的方向先后进入荣耀路隧道。随后，黑车从外侧车道变更至内侧车道，车轮都压线了才打方向灯，而且与后车距离过近，有别后车之嫌。之后，白车模仿黑车做法，借右道超车，然后向左转向，意欲别黑车。黑车刹车不及，被白车从侧面撞到弹起。黑车被撞后，一路摩擦隧道内壁，直至停下，车身冒起白烟，场面惊险。网友看完这段视频都不淡定了。不少网友支持白车，觉得黑车很过分，但也有网友觉得白车司机反应过于激烈。据了解，事故发生后，2人在隧道内报警，并通过快处易赔迅速协商解决。经警方调查，10月13号7时许，在荣耀路隧道内，浦东通往浦西方向，2车因变道发生纠纷，戴某强行别车，与胡某驾驶车辆发生碰撞，致胡某驾驶撞击隧道隔离墙，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白车驾驶员戴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针对网传的黑车驾驶员胡某无证驾驶的消息，警方也作出回应。据介绍，黑色轿车驾驶员胡某于今年7月份因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被警方处以暂扣驾驶证6个月、罚款1500元的处罚。因此，事发时黑车驾驶员胡某属于在驾驶证暂扣期间仍驾驶机动车，被依法处行政拘留并罚款1500元。据环球网消息，民调机构易普索15日发布一份题为《信任错位的关于未来媒体信任度的最新民调报告》。民调显示，近60%中国受访者认为他国用虚假信息和假新闻攻击中国人，数据比例略低于美国受访者。根据民调结果，在我认为其他国家用虚假信息、假新闻攻击我们国家的人这一民调事宜上，有近20%的中国受访者选择强烈赞同，近40%的受访者选择了有些赞同，超过20%的受访者选择既不赞同也不反对，仅不到20%的受访者选择强烈不赞同和有些不赞同。近日，江西61岁的黄女士在电视节目中表示，演员靳东在短视频平台上向她公开告白。对此，靳东工作室发表声明称，靳东从未在任何短视频平台开设账号。
靳东系列账号均非本人。南都记者调查发现，假靳东背后潜藏着一条通过冒用名人形象在短视频平台养号、买卖账号产业链。除了众多从事短视频买卖的个人和小团队，更有多家从事短视频账号线上交易的中介平台对接上游的号主，沟通下游的卖家，从中抽取5%至30%不等的手续费。其中，在一家平台调查发现，在明确高仿明星短视频账号的需求后，对方提出价格为1500元，且要求事成后收取服务费。据环球网消息，10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一档广播节目中威胁说要关停全美的孔子课堂和孔子学院。他还声称，所谓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参与孔子学院运作的人士，也就无法通过签证来进入美国课堂。请问外交部有何评论？赵立坚表示，蓬佩奥的美国一些政客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一己政治私利，污蔑抹黑孔子学院，干扰其在美国的正常运作，肆意破坏中美人文和教育交流合作，这严重违背两国民意，必将遭到美国有识之士的坚决抵制。美方个别政客应摒弃冷战零和博弈思维，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将有关教育交流项目政治化，停止干扰中美之间正常的人文交流，停止损害中美之间的互信与合作。我还要加一句，如果美方这样做，中方保留进一步做出反应的权利。据环球网文旅消息，中新网10月15日电，据新西兰天文网报道，澳大利亚将于当地时间16日起单方面正式建立与新西兰的旅行通道、旅行泡泡，首航预计有200名新西兰人前往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政府近日宣布单方面开启旅行泡泡，从16日起，新西兰人将可以飞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和北领地，且无需隔离。半岛晨报报道，孙女士的儿子然然38个月大，就读于大连市普兰店区一家幼教园小班。10月10号事发当天13时许，孙女士突然收到然然所在班级老师的微信，老师告知孙女士，然然在午睡时间没有入睡，而是将自己的指甲咬掉了。当赶到幼儿园，看见然然左手的小手指指甲完全脱落时，孙女士心疼不已，并提出了质疑，要求查看视频画面。而园方表示需要联系相关专业人员才可以调取。10号晚，然然的班级老师又主动联系了孙女士，并对疏忽看护造成然然受伤表达了歉意。13号，孙女士来到幼儿园，再次提出要求查看视频画面。孙女士报警后，在民警的陪同下查看了园方提供的视频。由于视频的回放并不能做到以秒进行，事发时的具体细节孙女士并没有查到。回家后，孙女士突然发现事发时间是10号，而自己所看到的画面时间为9号。针对家长提出视频画面与时间不符的质疑，园长告诉记者，由于视频设备问题，视频标注日期出现误差，而由于然然自己啃咬造成指甲脱落，园方并不需要承担责任。据了解，事情发生后，然然一直没有上学。13号，孙女士已为然然办理了退园手续。而在退费过程中，园方称按照正常退园程序以及退费标准扣除了一定的托保费等费用，并认为是因为费用问题导致双方一直未能沟通成功。据江苏新闻消息，近日河南郑州一位大爷乘公交车时没带零钱，驾驶员提醒可以手机支付，大爷竟咣一下把手机扔进投币箱，神操作把驾驶员看懵，驾驶员称会帮大爷把手机取出来，转发呼吁对不熟悉移动支付的老年人不妨多一分体谅和帮助。据环球时报新媒体消息，今天15日，台湾防疫部门发言人庄仁祥在公布11日从江苏返台的一名台湾居民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时，语出惊人，竟用很不幸一词来描述这名从大陆返台的台湾籍居民的阴性检测结果。此前，台湾当局曾于13日宣称，一名台湾友达光电工厂的干部在于11日从江苏返回台湾时出现感冒症状，并经检测发现其新冠病毒阳性。据环球网微信公众号消息，据台湾联合报等台媒15日报道，台湾立荣航空由高雄小港机场飞往东沙岛的 B79051次军方包机，今天15日上午在飞往东沙岛途中被香港区管中心拒绝进入飞航情报区，要求返回台湾。立荣客机遵从指示掉头飞回台湾。台湾中时新闻网在报道中以首例形容此事。辽沈晚报报道，我家孩子出生21天就开始吃氨基酸营养粉，母婴用品店的人管它叫氨基酸奶粉。
10月14号，抚顺新宾的石女士说，孩子如今已满2周岁，体弱多病。10月14号，辽沈晚报记者与家住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南杂木镇的石女士取得联系，她出具了多张图片，包括曾给孩子食用的氨基酸奶粉、病志及微信聊天截图等。该产品外包装居中位置字样为氨基酸营养粉，固体饮料字样位于下侧方，且字号较小。我家孩子从出生第21天就开始吃，石女士说，总计买了近2万元该产品，而孩子食用该产品仍然过敏。母婴店的人说，我孩子是严重过敏，还说别的啥都不能吃，只能吃这个。我说你们让4小时喂一次，可孩子还是饿得总哭，能办别的不？回复说不能。李女士说，如果不说它是奶粉，我怎么会买？看到孩子现在这个样子，我这当妈妈的心里别提多难受了。别的孩子4、5个月就长牙了，我家孩子1岁了才2颗牙。石女士说，在使用该产品期间，孩子体重发育一度停滞，18斤左右停住了，1两都不长。这是能看到的，看不到的呢？对孩子影响有多大？经过调查，市场监管局认为，爱婴坊母婴用品店在经营氨基酸营养粉过程中存在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给予爱婴坊母婴用品店负责人付某行政处罚40万元的罚款处理。据环球网博览消息，10月13日，印度哈里亚纳邦帕尼帕特一村庄，一名女子被丈夫关在厕所里18个月后获救。据报道，当地妇女保护官员拉杰尼·古普塔接到举报后，与警方一起前往该村庄。他们发现这名35岁的女子躺在仅1平米大小的厕所地板上，一次连好几天都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虚弱的连路都走不动。她的丈夫纳雷什·库马尔称妻子患有精神病，但却无法提供相关文件。目前，丈夫纳雷什·库马尔已被当地警方逮捕，该女子被送往医院治疗，随后由亲戚照顾。中国基金报消息，继双黄连、莲花清瘟之后，板蓝根也要火了。据广州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钟南山院士在近日某研讨会上表示，研究团队开展了一系列体外研究，发现白云山复方板蓝根颗粒对新冠病毒有效。在该消息面的刺激下，国内老牌中成药龙头白云山 A 股和 H 股价均有大幅拉升， A 股盘中触及涨停， H 股更是一度涨超 13%，两股市值合计暴涨约100亿元。因此，今日白云山股价再度异动的情况，也让不少网友想到了半年前相似的新闻。有网友表示，双黄连和莲花清瘟都有了，非典时的抗疫神药板蓝根终于来了。也有网友称，白云山牌板蓝根和其他板蓝根疗效不一样吗？其他板蓝根也有效吗？据环球时报新媒体消息，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皇家海军造价30亿英镑的前卫级核潜艇警惕号上发现新冠病毒疫情，艇上1/4的人员检测结果呈阳性，而爆发疫情的原因竟然是部分艇员在美国海军基地停靠期间违规出游。